登北京香山的路线有北线、东线、南线，但我们今天选的是一条乙型路线，和传统的路线不太相同。香山位于北京市海淀区，也就是北京的西北侧。它的名字有两种说法，一是山上花多，花香浓郁，所以叫香山；二是山中有块大石头，形似香炉，故而得名。如今它的最高峰用的也是香炉峰这个名字。香山的记载最早可追溯至唐代。而在金朝时，皇帝便在此大兴土木，修建行宫。之后在明清两朝，则更是对这里的行宫进行了不同规模的扩建。但在清末，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前后打进北京，在这放了2轮火，把历代的建筑都烧没了。我们如今看到的古建，大都是新中国时期重建的建筑。秋天香山人很多，都是冲着香山红叶去的。现在好不容易赶上淡季，所以我决定赶紧去逛逛，顺便拍点视频。但近期香山索道停止运行了，所以只能步行登山。我们计划是东线上，南线下，顺便观看沿途的古迹。可惜香山的岔路太多了，走着走着就跑偏了，最后把路线走成了这样。我把它命名为乙型路线。今天大概其就走这么多。至于南线北线漏掉的部分，我争取在70年之内给它补齐了。而这次和我登临香山的同行人，就是上次陪我逛颐和园的好朋友大壮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壮。我们终于爬到香山顶上了啊！一会儿咱们就来看一看这边的风景。去香山的交通很方便，地铁西郊线香山站下车，然后稍微走几步就能抵达东门。门口即可扫码买票，全价票10块钱。门口还有导览图，可以初步预览一下沿途的看点。现在我们的香山之旅正式开始。走进香山的入口，发现勤政殿正在大修，只好从左前方上山，一路奔向立主楼。此楼始建于清乾隆年间，后被英法联军焚毁之后重建。而在1949年3月，中共中央入驻香山，此处也成为了专用的电话局。现如今的陈设也是对电话局时代的复刻。看远处那个绿色小台灯，就在谍战剧里经常出现，而机房里的这些电报机就更是谍战剧里的常客了。离开立主楼后，我们能在不远处看到香山饭店。此处原是清朝康熙帝的行宫，后于1860年被英法联军焚毁，之后被改建为女校。而我们如今看到的香山饭店，乃是美籍华人贝聿铭设计，并于1982年竣工的建筑。它门口还有一份下午茶价目表，供各位参考。离开香山饭店往上走，就能一路抵达小白楼。此处原为清代静怡园28景之一的绿云坊，在被英法联军焚毁后，这里重建起了一座图书馆。在中共中央进驻后，这边仍然是图书馆。如今它的入口要到高台上去寻找，但内部只开放了一点点，原地转一圈就能看完，故略过不表。离开小白楼继续往前走，就能一路抵达知时亭。知时有珍惜时光之意，这座亭子是一座3层6角亭，最上层是一座自鸣钟，它始建于清代，是当初静怡园的28景之一。其余的资料查不到了，反正眼前这座是嘎嘎新，大概率是后期重建的。离开这里继续向上，就来到了玉华秀建筑群。玉华秀内的玉华寺始建于明朝，其余建筑则是乾隆年间扩建出来的，并被英法联军焚毁。我们如今看到的都是之后重建并于1999年大修后的版本。眼前的这座建筑以前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，如今它已经是饮料小商店了。它所在的前院是绿树掩映下的一片清幽，这才是绿荫连瓣街，此景清幽绝。从边缘的楼梯走上去，就来到了邀月榭。此屋面阔3间，屋顶为单檐歇山顶，本是品茶赏月之地，如今在整修，所以并未开放。邀月榭再往后是一段有坡度的长廊，反正也要登山，来都来了就往上爬吧。沿着长廊走到尽头，便来到了一方轩，这是后期新建的建筑，也是一处喝下午茶的地方。在春天的花香和清风里，在这安度一个下午，也是很惬意的体验。至此，我们就逛完了玉华秀建筑群，再往前面走，就来到了烟飞卫秀。因为此处有云烟弥漫，且山林秀美，所以得了这个名字。始建于乾隆年间的建筑早已被焚毁，我们如今看到的是2015年修复的版本，其中一座楼阁的外侧还挂了乾隆御笔书法盖云，或许来源于乾隆的诗盖云亭口号。不过这边不作为景区开放，所以我们不进去，就在门口稍微看看就好。前方遇到岔路，选择左侧，就来到了七月崖建筑群。此处同样始建于乾隆年间，为静怡园28景之一。在被英法联军焚毁后，此处于民国年间被改建为私人别墅，并于新中国时期得到了修缮。现如今这边也没有开放，隔着围墙能看到里边德趣书屋的黑底金字匾额，猜测这里应该仍然是私人别墅，算是从另一个层面延续了历史的功能。然后我们一路前行，穿过一道冲天式牌楼，
就来到了西洋阿建筑群。此处同样始建于乾隆年间，名字则是来源自楚辞。原版的建筑也被英法联军烧没了。我们如今看到的是2015年新建的版本。进门正面是朝阳洞，它所在的山上刻着8首乾隆御诗。如果觉得这些看不清楚，没有关系，旁边的知识展牌上还有更具体的说明。进入西洋阿之前，别忘来到它的左侧，这有一个很好的鲜花拍照位，从这个角度拍张照片，就留住了雕梁画栋后的春意。现在我们走进西洋阿，发现屋里是空荡荡的，周边的石头勾栏、雕梁画栋都是嘎嘎新的。从廊下一路往上爬，就来到了境界词云，用的也是乾隆御笔书法。如今这里是办公用房，就不多说了。虽说建筑是新建的，但如果保存它1000年起步，那它也是后人的文物了。从此处再往上走，就来到了颜悦亭。这是一座双层的亭子，匾额上的红印章看不清楚，猜测也是乾隆御笔。想来老的颜悦亭应该是一处赏月地。如今的新颜悦亭不仅能供游客歇脚，还能在这边观赏松鼠。再往前的这一段山路，虽说风景很好，有很多颜色的花朵盛开，但是这旅途也有点枯燥，因为中途没什么历史看点，连2015年的古建筑都没有，就只能这么干爬。除此之外，这一段路的坡度也很陡，我个人觉得它的陡峭程度介于泰山18盘中慢18和中18之间的强度，虽说不如紧18，但也很有挑战性了。这段唯一的看点就是梅石了，这是1922年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来到香山游览时，便在石头之上写下了一个巨大的梅字，后来被齐如山先生做成了石刻。我们一路走来看到的古建全是后建的，这个石刻反而是相对古老的古迹了。如果站在梅石的位置俯瞰北京城，在天气好的情况下，就能一眼看到很远的地方，难怪古人喜欢登高望远，这样的场景确实让人心旷神怡。再往上走，就来到了一片商店区，此时我已经累得快昏迷了，多亏大壮给我买了瓶饮料，急救了一下。坐在这儿休息的时候，还看到桌子上有个同行许了愿，附近还有很多其他人在这拴了许愿牌，无论是谁在许愿，先祝愿他们心想事成吧。此时此刻，香炉峰已经近在咫尺了，就顺着这条路一路往上爬，好在已经没有多远了。登上去之后，就看到了重阳阁，此阁始建于1983年，其外观的古朴感更胜于楼下的那些建筑，而重阳阁的名字则有重阳登高的寓意，它所在的高度也确实对得起这个名字了。刻着香炉峰3个大字的石头也在附近，也有很多人过来拍照。此处又名鬼见愁，乃是香山的最高处，附近还有一棵榆树，上面结的就是榆签，这还是大壮指给我看的，因为我根本不认识。至此，我们终于成功登顶了香山，然后我们下山一路奔向西山晴雪。这个词的原意指的是西山的雪景，早先金章宗将其命名为西山积雪，后来清章宗乾隆以西山晴雪为主题，在这立了一块碑，这个是清代文物，不是后期复建的，只是这个季节没有雪，只有碑，只能想象一下西山晴雪的盛况了。如果往回走，从这个门洞经过，就能进入香雾窟建筑群。进门时有个大爷吊嗓子，嗷的一声给我吓一跳。那好啊，他吊嗓子，我也吊嗓子，我也嗷的一声，给大爷也吓一跳。后来大爷气冲霄汉没唱上去，我觉得我也唱不上去，于是离开，平局。前面的香雾窟建筑群早就被侵略者焚毁了，如今我们看到的是新中国时期重建的版本，它的正殿游牧天表用的则是嘉庆皇帝的御笔书法。此殿面阔7间，原为皇帝办公休息之所，如今关着门没有开放，而前院的建筑也都是新建的，只有这处青砖台阶是真正的清代古迹，所以当初复建的时候就也一路保留了下来。其余建筑就不多说了，可以把剩余的时间留给这里盛开的花朵。记得每年的4月份一定要来香山赏花，这里的风景是很好的。然后我们继续往下走，来到了一片无名古建群，绕了一圈，既没发现周边有匾额，也没看到有展示牌，连名字叫什么我们都不知道。看这些建筑基本上都是嘎嘎新，不用问，肯定又是后期新建的，就不多说了。我们继续往下走，就来到了云朝亭，亭子的名字来源于南宋诗人杨万里的题曾无疑云朝，有在云端为朝之意，这是于2015年新修复的古亭。再往下走就来到了浪风亭，这是一座方形的亭子，附近查不到任何资料，据说它也是静怡园28景之一，如今看到的应该也是后期修复的，可供游客暂时歇脚。我们也趁机吃了点零食补充体力。对面有一段很新的残墙，这些原本是静怡园的院墙，后来静怡园被英法联军、八国联军烧毁了2轮，就只剩下残墙了。眼前这崭新的残墙是2004年修复后的版本，这也太嘎嘎新了。这时候我们没有继续下山，而是顺着
山间岔路，一路向上，奔向路牌所说的山神庙。这地方倒是没多远，很快就到了。此建筑也是始建于乾隆年间，但资料没说它被侵略者焚毁，而是自己塌毁的。所以我们如今看到的是2004年复建的版本，这下边还有新鲜的贡品。而我们刚才走过的登山路，则是始建于金朝的香山古道。虽说脚下的石头不知道是什么年代的，但这条道路下边的土地却和历代皇帝的登山路是一模一样的。然后我们继续下山，奔向玉乳泉，走了很长的一段路，看到一个方形的亭子，其屋顶是单檐歇山顶。这个亭子上悬挂的匾额居然写着玉乳泉3个字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个泉到底在哪里？答案是再往下走一走就到了。虽然水不算多，但至少有点泉水，算是没白跑一趟。再往下走，路过治家亭，这是一个4方小亭子，乾隆给他写过诗，但这个是乾隆时期的原版吗？当然不是了，这是2011年重建的。但治家亭脚下的引水石渠确实是清代建造的，材料是青石。如今水渠里的水流动速度很快，证明这老水渠还是很通畅的。至此，我们就走完了今天的乙型登山路线。现在时间还很早，如果现在就走，简直对不起我10块钱的门票。所以我们决定往南再看看。于是我们在入口附近奔向南侧，便一路来到了镜翠湖。它的前身是靖豫园时期的带水平山，周边有很多楼阁建筑，但全都被英法联军烧没了。而在新中国时期，官方以圆湖址为基础，重新清理出一个新的湖，便是眼前的镜翠湖。至于那些消失的建筑，没了就没了，不重建也挺好的。旁边唯一的建筑就是给游客歇脚的对铺亭。根据资料显示，这是1991年建起的亭子，匾额用的是乾隆御笔。从这里欣赏湖的风景也还挺好的。然后我们沿着湖边的道路一路向上登山，就一路来到了清未了。这名字当然来源于杜甫的《望岳》，匾额上清未了3个字用的也是乾隆御笔。原版建筑始建于乾隆年间，后被英法联军焚毁。如今我们看到的是2015年重建后的版本。然后我们奔向香山寺方向继续前进，在路上遇到了翠微亭。此亭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，因为它被夹在一片翠色的山峰间，故名翠微。不过原版的亭子也被英法联军毁坏了。我们如今看到的是1991年复建的版本。然后我们奔向香山寺，这次香山寺就不细说了，因为就逛了开头一个建筑，也就是接引佛殿，余下的有情后补。为什么这次只逛了头一个屋子呢？因为我从接引佛殿出来之后，眼前有个3岔路口，而我们则选了双清别墅那一侧。这里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此处在靖豫园时代曾为松屋山庄，在被侵略者焚毁后，于民国时期被改建为别墅。而在1949年3月，中共中央正式入驻这里。毛主席所说的进京赶考第一站指的就是这儿。在这里住了小半年之后，领导们才搬到了中南海。如今此处的陈设和展览便是对那段历史的复原，而这里也是我们本次香山之旅的最后一站。曾几何时，香山是帝王的私家财产，普通人莫说进来见识见识，可能在皇城根活了一辈子都不会知道里边有什么。现如今，香山成为了人尽皆知的人文景区、红叶圣地，每年登临香山的人也不计其数，和过往比起来，那真是有了天壤之别。如今的历史结局，早在多年以前便在此时此地被提前写就了。我们走进香山，看风景，看鲜花，看游人如织，看世事无常，看王朝更迭，再以个人的平凡视角看尽历史的流转。能生在这个时代，看遍别人看不尽、猜不到的精彩，也算得幸运了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，和徐工一起读成一起旅行。